这个警察第一天上岗便接到了一桩编码为11-15的案件，威尔按照自己的认知理解成为了入室抢劫案，于是他独自前往了报案地点。威尔持枪走进房子中，警惕地顺着声源赶去。此时毫不知情的女主人正在切菜，不小心将菜刀掉落在地。他刚捡起刀，威尔立刻条件反射地开了一枪，女主人被吓了一跳，愣在了原地。威尔很快意识到其中似乎有误会，于是便解释自己是来查案的。女主人却和疯了一般纠缠着威尔理论，一言不合还动起了手。威尔碍于职业素养，只能多次进行躲闪，却不料被女主人瞅准机会后，对方直接用手臂勒住了威尔，直到他几乎晕厥。两人一同摔倒在了地上，威尔才得以挣脱束缚。然而当他看见女主人时，人都傻了。今天可是他第一天上岗，没想到就闯了大祸。今早的时候，当了16年警察的搭档就给了威尔3条忠告：第一，没必要就别杀人；第二，要尊重队长黑妹，他刚刚失去了孩子，看见谁的孩子都想抱养，说不定新人的孩子生下来，黑妹就得要求孩子给他叫妈妈。第三，上班时也要保持一种嗜好用来摸鱼，比如和警官一样学习中文。没错，我的中文全他妈的流利。很快，新人威尔就明白过来泰瑞学习中文的原因。为了掩人耳目，泰瑞将警车直接停在了前人家门口。因为对方是有夫之妇，他约会时需要十分慎重，因此威尔上班第一天就被迫坐在警车中，帮忙盯着女人的丈夫动向。威尔在车中无聊的快要睡过去时，突然收到了上级的指令，警局接到报警电话，需要他们前往向阳大道225号调查一桩编码为11-15的案件。威尔按照自己的认知理解成为了入室抢劫案，他考虑到事态紧急，于是立刻中断了通话，并连忙按喇叭提醒搭档准备撤离。不料泰瑞沉浸在劲爆音乐中，忙着干正事。威尔拍门呼叫时，女人的丈夫赶到了家中，误把他当成了奸夫，这下误会可大了。威尔连忙逃到了警车，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后，直接开车扬长而去。由于事态紧急，他只好独自前往了报案地点。威尔持枪走进房子中，警惕地顺着声源赶去，结果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只见女人双眼紧闭地躺在地上，威尔将她的头缓缓扭到一边，这才发现对方意外被爆头了。他迟迟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直到泰瑞骂骂咧咧地赶来时，威尔的思绪才被拉回了现实。他正在埋怨搭档不给自己预警险情，差点被捉奸在床。随后泰瑞便准备上楼查看，却见到了一具尸体。他通过威尔得知事情始末后，只觉得哭笑不得。泰瑞告知威尔，这个女人名叫维吉尼，是警察局的常客，一般报案都是为了举报附近有人违章停车时和前人幽会太过扰民，却被威尔误会成了入室抢劫，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乌龙事件。泰瑞只觉得十分头大，他刚开始就警告过威尔不要乱杀人，否则将会惹来一连串麻烦事。由于维吉尼的丈夫是小镇有名的企业家，他的死亡根本瞒不住，如今泰瑞只能如实上报。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搭档误杀了小镇居民时自己正在偷情，如果此事一经上报，泰瑞也会被牵连着失去工作，沦落到老无所依的境界，这可真的太痛心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彻底犹豫了。泰瑞烦躁地踹倒了一旁的竹篮，导致里面的物品全部洒落在了地上。他匆忙捡拾时，发现散落的都是钞票，加起来竟然有100万。泰瑞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，于是他彻底不纠结了。泰瑞将威尔叫了过来，表示自己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，既能帮助威尔脱罪，又能吞下这笔巨款。那为了将现场伪造成一桩由入室抢劫引发的谋杀案，他们只需要将现场弄乱，所有将巨款转移就行。威尔本来想自首，但是考虑到即将出事的孩子只能在监狱中见到父亲时，他立刻改变了想法。于是两人开着弄乱的现场后，闲适地坐在房间中喝了一杯，证明了他们曾经案发时来过现场，随后才发生了入室抢劫。接下来两搭档按照出任务，泰瑞为了给人们留下印象，直接拦住了一个美女，给她开了张超速的罚单。 What the hell, Terry? Since when is 4 over a ticket? Sorry, Bob. I just gotta do my job. 所有两人便百无聊赖地晒着太阳，等待着出警通知。没过多久，队长黑妹就通知了他们来案发现场调查。维吉尼的丈夫乔治声称自己一天都在忙于工作，发简讯给妻子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。乔治以为他在忙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直到下班回到家后，才发现妻子倒在地板上早已死去。案发时，原店和女仆并未上班，根本无从取证。突然，乔治想起维吉尼有一个私人按摩师，每天中午都会前来为他服务，这叫威尔和泰瑞懵了。他们赶来时还没看到任何人的踪迹。于是泰瑞在黑妹询问出警任务时，他火证自己接到了维吉尼的报警电话后，立刻赶往了他的家中，却并没有见到男按摩师的身影。途中维吉尼还请两人喝了咖啡。接下来乔治的话更能让他心花怒放。黑妹合理怀疑是入室抢劫时，乔治却表示家中只是很乱，但什么也没丢。 You sure? The jewelry's where she left it. Yeah, I didn't see a thing missing. There must be something. 威尔感到十分不解，一筐钱都丢了，乔治却否认了此事。难道是他不知道这笔钱的来源吗？好在泰瑞及时制止了他的继续询问，生怕威尔因为扛不住心理压力，将事情全部抖落出来。乔治随后就装作一副深情的模样，叨念起了自己人美心善的妻子。If you find this fucker, I'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make sure he suffers as much as possible. I want no mercy for him.
or her. 黑妹忍无可忍，打断了乔治的激情发言，随后让手下领走了乔治去做笔录。泰瑞和威尔见状，连忙凑到了黑妹跟前，开始混淆视听。You think it was him? That's where I put my money. 黑妹并未回答，但她看见乔治的眼神也充满了探究。下班后，两个搭档决定将赃款技能转移。他们对乔治否认丢钱的事充满了疑惑，哪个好人会丢失了100万就对警察撒谎？于是两人认定乔治肯定有鬼。泰瑞将钱存放好后，威尔用密码锁住了门。We don't say anything to anyone. We don't touch that money until this blows off. And then we split. 他们约定好案的结束后进行五五分账。威尔看到泰瑞的身影，心里却有了自己的考量。他一回到家后，便装作一副受害者的姿态，对着怀孕的妻子谎称，他让泰瑞在出警时误杀了维吉尼。最终，威尔因为两人共同贪污了现场的一笔巨款，选择了帮其隐瞒，但是他却漏算了现场中其实还有一个目击证人。当威尔和泰瑞在弄乱现场时，惊醒了楼上正在睡觉的按摩师，他看到了案件的全过程。吓得连忙跳窗跑路了，但按摩师很清楚自己根本逃不掉。果然，案发后的第二天，两个警察便找上了门来。按摩师强压内心的恐惧，接受了问话。在警察问到除了按摩还会提供哪些特殊服务时，按摩师立刻生动地展示了自己的职业素养。泰瑞和威尔却意识到现场多出了一辆脚踏车，很有可能是按摩师遗留的。按摩师去做好准备，他和母亲传了好多措辞。按摩师火着案发当天，因为维基尼头痛，他便提前离开了。母亲便立刻表示是自己接走了儿子。两名警察即便心存疑虑，却也只能作罢。此时的乔治刚死了妻子，就一脸幸福的和年轻的秘书开启了二人世界。突然暧昧的氛围被哥伦比亚人的一通电话打断了。原来乔治为了和秘书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于是便给维基尼买了巨额保险，随后雇佣了杀手杀妻。乔治本以为杀手拿走了提前备好的100万，就不会再联系自己。 I need to see you That's a bad idea. tonight, Wallace. Come alone. 却不料对方一见面就张口要钱，乔治这下人傻了。他在杀手嘴中听到了另一个版本，维基尼并不是杀手杀的。他赶到现场时，发现满屋狼藉，显然已经有人提前动手了。但是杀手认为目的达到了，乔治应该给自己结论下出场费。作为一个小镇的水产行业巨头，乔治拿出100万已经算是极限了，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去支付。但在杀手界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便是赖账的雇主会成为下一个目标。乔治还想着以后和秘书的幸福生活，只能选择乖乖结清欠款，但是他现在毫无头绪。 You have 2 days. Is that Wednesday or Thursday? It's Wednesday. Today's Monday. 2 days will be Thursday. No. Tuesday, Wednesday, 2 days. Tuesday's day 1. Wednesday's day 2. If I bring you the money on Thursday, that's 2 days. No, it's 3 days, chico. You have 48 hours. That's it. 此时，为了妻子担心丈夫的安危，因此拜托了威尔邀请了泰瑞吃饭，想要趁机灌醉对方，验证对方是否可靠。泰瑞喝了酒后就学会看大山，他将自己暴力执法的经历玩笑似的讲了出来，临行前还意外的压死了妻子的爱犬。本就心思敏感的孕妇在此刻彻底绷不住了，瞬间妻子以附中胎儿威胁了威尔，讲出了密码锁的密码。 I want the combination. What? For the lock. What? In case nothing happens to you. I want it. For the baby's future. All right. It's 678.1. 她担心泰瑞威胁到丈夫的安危，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。警局这边案情调查再次有了进展。黑妹发现乔治曾给妻子买了许多保险，一旦妻子死亡，他将会继承一大笔遗产，这也可能成为乔治杀妻的动机。黑妹在调查乔治时，却从秘书口中得知，案发当天他一整天都在办公室忙碌。乔治有了充足的不在场证明后，黑妹也不能明着调查了。但他从现场发现了一个温泉旅馆的火柴，便顺利将乔治的开房记录调了出来。于是黑妹希望泰瑞记得暗访，调查一下这人和嫌疑人之间的关系。在两人调查期间，黑妹接到了其他警员的电话，得知了现场都是泰瑞和威尔的 DNA。于是对方劝黑妹通过询问两人在现场的大概时间，推论他们是否和本案有关联。等待两人重新回到警局，汇报了秘书和乔治是情人关系后，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，不料黑妹却通过监视器证明了乔治的不在场证明。随后他话锋一转，对两个手下发起了质问。泰瑞直接愣在了原地。好在威尔脑子灵活，给出了准确的时间。他伙弄维吉尼得知自己妻子怀孕后，便讨论了许多育儿经，持续了大约45分钟。听到怀孕这个敏感词，黑妹便没有继续计较。威尔没料到妻子佩妮塞得在家闲得没事干，竟然独自开车跑了出去。他通过一些手段联系到了一个异国杀手，对方是一个爱尔兰人。他得知想取一个警察的姓名后，觉得需要一大笔金额，但是佩妮却为难地表示自己只有5万。对方得知后，竟然爽快地答应了。原来这些年哥伦比亚人的涌入导致了杀手行业内卷，
于是爱尔兰人也不挑了，佩吉取出威尔藏起来的钱，并将其中5万塞到了西装中作为酬金。但很快佩吉便意识到一分钱来一分货的道理。此时的乔治忍不住给秘书诉苦，他被杀手追债，却没有那么多钱偿还。秘书提议私奔时，乔治立刻否决了此事。现在突然离开，无疑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。他此时为了保命，只能想将房子卖的抵押。秘书一听就急了，这可是未来他们的共同财产。于是他开始帮忙梳理起了事情的始末。乔治这才想起了被自己遗忘在脑后的按摩师，他猜测可能是按摩师见财起意，杀死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便卷款逃跑了。于是秘书和乔治决定去恐吓按摩师，将钱拿回来。爱尔兰人很快便开始行动。当天他便夜袭了泰瑞，却低估了对方的身手，连连一路从屋内打到了河边。好在泰瑞的情人及时赶到，用鱼枪射杀了佩吉雇佣的杀手。果然是便宜没好货，5万块钱雇佣的杀手直接被反杀了。此时威尔满脑子都是白天看到按摩师骑车的一幕，他担心对方看到了一切，于是便来到了按摩师家门口，准备叫上泰瑞对其严刑逼供，却发现泰瑞的电话迟迟打不通。似乎威尔见证了一出大戏。乔治找到按摩师，要求他归还巨款，对方就表现得十分迷茫。乔治认为他的伪装，一言不合掏出了真理胁迫，接下来便形成了大混战。按摩师的母亲出于担忧，率先开枪射杀了乔治。一直躲在车中的秘书见状，彻底愤怒了，他只得下车将按摩师及其母亲双杀。躲在一旁的威尔被这场大戏逗乐了，直到目击证人已死，他心中的大事彻底落了下来，于是便快速地离开了现场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身后还跟着杀手哥伦比亚人。威尔回到家时，却被泰瑞拦了下来。 Okay, what the fuck, Terry? Someone just came onto my boat, Will, and almost killed me. And I have a very bad feeling that you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. Whoa. 对方根本不愿听他解释，强硬地要求了威尔前往藏钱的地点。此时在家的黑妹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，得知泰瑞在非指定时间离开了辖区，黑妹决定追上一探究竟。此时两人抵达了地点后，威尔主动打开了藏钱的地点，却发现巨款不翼而飞。他甚至拿未出世的孩子作为试验，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泰瑞很快意识到，威尔告诉了他的妻子佩吉。 We promised we wouldn't tell anyone. Come on, I know she knows, Will. I know she had that dinner just to test me. I'm not an idiot. No, she doesn't know anything. I knew she was going to be a problem from the second I saw her. Now I can only hope, for your sake, that she knows how to take a warning from her dead dog. What? What? Call her. Terry? 电话打通后，佩吉就直接承认了是他转移的巨款，只因为妻子担心泰瑞会对威尔不利。 I wasn't gonna let Terry destroy our lives. I'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. It was him that killed Virginia, after all. So I met this man. You told her that I killed Virginia? 泰瑞听到这里，彻底不淡定了。他意识到威尔在颠倒黑白，他愤怒地射杀了对方。佩吉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坑了丈夫。 他出于担心，连忙开车赶到了藏钱点。途中突然接到了黑妹的电话，先到一步的黑妹已经确认了威尔身亡的事实。佩吉在电话中指控了泰瑞杀害了维吉尼的事情，于是黑妹立刻调动警力开始追捕泰瑞。此时的泰瑞虽然找到了佩吉，想要将自己的钱追回来，佩吉吓得弃车而逃。腿部中弹的泰瑞根本追不上，他大声地解释着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而是威尔颠倒了黑白。赶来的黑妹却担心泰瑞威胁到了佩吉的安危，于是直接开枪将其射杀。佩吉因为受到了刺激晕了过去，因为此事她早产了。黑妹全程守在了床边，希望佩吉配合调查案情。随后她便走出了病房，希望给佩吉一些冷静的时间。佩吉刚想带钱跑路，却被装扮成清洁工的哥伦比亚人当场杀害。哥伦比亚人取走了自己的酬金后，却被一直暗中调查的秘书盯上了，两人共同乘坐了一个电梯，一时间暗潮汹涌。黑妹赶紧重回病房和佩吉交谈，却突然听到电梯中传来了几声枪响。为了100万美元而疯狂的人们，都已倒在了欲望的血泊之中。黑妹面无表情地望着电梯中混乱的战场，那一堆无人问津的钞票，他们在此刻彻底失去了魔力。黑妹成为了最终赢家，她收养了佩吉的孩子，冲在了内心的丧子之痛。黑妹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不知道案件的真相了，但也清楚这些人的惨剧都是贪婪惹的祸。